苏德战争中后期，爆发了一场足以改写东线战局的关键战役——右岸乌克兰战役。这场被后世称为曼施坦因谢幕之战的大规模攻势，不仅彻底摧毁了德军在东线南翼的战略防御，更成为苏德战场的重要转折点。战役中，德军累计损失约100万人，苏军也付出了约160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，其规模与战略意义丝毫不亚于哈尔科夫战役、斯大林格勒战役或库尔斯克会战。1943年7月至8月的库尔斯克会战后，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与 A 集团军群元气大伤，装甲部队精锐损耗过半，战斗力急剧下滑。但希特勒固执地认为，乌克兰是德国重要的粮食、煤炭与石油供应地，更是拖延苏军西进的战略屏障，因此严令前线部队死守每一寸土地，拒绝任何战略撤退建议。他寄望于美英与苏联因战后利益分配产生矛盾而决裂，却完全无视乌克兰平原一马平川、无险可守的地理劣势，以及德军补给线过长、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困境。此时，德军在右岸乌克兰地区的总兵力不足120万人，却要防守长达1300公里的漫长战线，平均每公里仅部署约90名士兵，防线漏洞百出，装甲部队仅能拼凑出约600辆可用坦克，而苏军投入的坦克与自行火炮总数超过2.4万辆，德军装甲力量不足苏军的1/40，火力差距极为悬殊。苏军则借着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余威，迅速完成战略集结。1943年12月至1944年4月，苏军投入乌克兰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方面军共240万兵力，发起了代号右岸乌克兰战役的全线反攻。核心目标是彻底收复乌克兰全境，摧毁德军南翼防线，打通向巴尔干半岛与波兰西进的通道。苏军采取连续突击、前行合围的战术，分阶段发起日托米尔比尔迪切夫战役、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、罗夫诺卢布林战役等一系列攻势，昼夜不停的进攻让德军完全没有喘息与休整的机会。战役期间，德军士兵陷入了极度的疲惫与绝望。由于战线过长，兵力不足，一线士兵每天睡眠时间普遍不足4小时，还要在严寒与泥泞中持续作战。不少人因过度劳累、冻伤或饥饿倒在阵地之上。当德军撤退至第聂伯河沿线时，希特勒寄予厚望的帝国东墙防御体系，实际只是仓促构筑，缺乏纵深与火力支援的简易攻势，根本无法抵御苏军的密集炮火与装甲集群冲击。1943年11月6日，苏军已在基辅解放战役中收复乌克兰首都基辅，而右岸乌克兰战役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战果，将德军彻底逐出右岸地区。1944年1月，苏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发起前行攻势，成功合围了德军第11军、第42军及党卫军维京师等精锐部队共 6.5 万余人，形成了著名的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口袋。曼施坦因深知合围部队的命运，紧急抽调党卫军帝国师骷髅师等装甲部队实施救援。经过近1个月的惨烈激战，被围德军约3万人成功突围，但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，所有重装备几乎全部丢弃，突围部队彻底丧失战斗力。此役中，德军的损失极为惨重，累计被歼灭或击溃20个正师，另有60个师减员超过 50%。南方集团军群与 A 集团军群的有生力量被基本摧毁，曾经号称东线支柱的南方集团军群名存实亡。苏军虽然达成了战略目标，彻底收复乌克兰全境，夺取了德军赖以生存的战略资源产地，打通了西进通道，但160万人的伤亡也让一线主力部队不堪重负，被迫进行长达4个月的休整。这在苏德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长时间作战停歇。曼施坦因与希特勒的矛盾在此役中彻底激化。这位被誉为纳粹德国最优秀战略家的将领，多次力荐希特勒放弃无意义的死守，实施战略撤退以收缩兵力，保存有生力量，但均被希特勒以动摇军心为由驳回。随着右岸乌克兰战役的惨败，希特勒将战局恶化的责任归咎于曼施坦因的抗命与战略误判，于1944年3月正式解除其南方集团军群司令职务，由以防御大师著称的莫德尔元帅接任。自此，曼施坦因彻底退出了二战的军事舞台，再也没有被启用。右岸乌克兰战役的胜利，对苏德战争乃至整个二战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它不仅彻底粉碎了德军在东线南翼的战略防御体系，让德国失去了乌克兰这一关键的战略资源供应地，更直接为苏军后续发起白俄罗斯战役、进军波兰与巴尔干半岛铺平了道路，加速了纳粹德国的覆灭进程。作为曼施坦因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，它既展现了这位德军将领的战术才华，也暴露了纳粹德国高层战略决策的僵化与偏执，最终成为苏德战场战略转折的重要标志。